7月26号下午，济南正上空被乌云遮蔽的太阳，透过浓厚的云层，射出了一束束白色的光柱，刺破苍穹，形成了壮丽的丁达尔效应，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，美不胜收。对此，网友纷纷留言道：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，光便有了形状，那么丁达尔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丁达尔效应的发现者是英国物理学家约翰·丁达尔。同时，他也解释了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科学家。所谓丁达尔效应，就是当光线射向分散质体系时，只有一部分光能通过体系，剩余部分则被反射、散射或吸收。体系内物质的化学组成决定了光的吸收量，而体系的微粒分散程度决定了光的散射和反射量。当微粒直径大于入射光的波长时，主要发生光的反射和折射。当入射光照射到直径小于光波长的微粒时，则主要发生散射。这时观察到的光波环绕微粒，而向四周放射的光被称为散射光或乳光。丁达尔效应就是光的散射现象或乳化现象，所以这种现象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产生的。普通溶液里的溶质微粒太小，对于入射光散射很微弱，观察不到丁达尔现象。而胶体的分散粒子直径大小在1到100纳米之间，小于可见波长400到750纳米。因此，当光束透过胶体时，会产生十分明显的散射作用，即光束的路径能够通过散射作用清晰地被观测到。最易看见的例子便是蓝色的天空。清晨，在茂密的树林中，常常可以从树枝的缝隙中看到一束束光柱，或者在有灰尘的房间中，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光束。类似这种自然界的现象，也是丁达尔现象。这是因为云、雾、烟也是胶体。只是这些胶体的分散剂是空气，分散质是微小的尘埃或液滴。如果想要在家观察的话，不妨找来豆浆或牛奶等乳制品，在无色透明的玻璃杯中加入部分清水，用激光笔照射杯中水，从与光线垂直的方向观察，并没有明显现象。向玻璃杯中逐滴加入1到2毫升乳制品后，充分搅拌，再用激光笔照射烧杯中的混合物。观察后就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光亮通路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